那肯定比特币的这个进场期好不到哪里去，好不到哪里去。所以目前我们也看到比特币的进场期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美股涨它就跟着涨一涨，那美股跌它就跌得比较狠，所以就是呈现出一个劣质进场期的一个全部的特征，非常的典型。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比特币的这个进场期中，我们可以很好的去复盘我们过去所有的劣质进场期，我们该怎样去做。那如果说你是期权玩家，如果你又做这个比特币的话，那事实上，如果聊聊今天的行情，然后以及我们再做一下币市里面HYPE，然后以及这个美股 HITI 这两个，我们重点分析一下。这个 HYPE HYPE 它，我们先看一下其他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的大的行情吧，先简单的聊一聊。首先就是对比特币而言，你们会看见劣质进场期的一个特点，在本轮的比特币的进场期中，其实表现的非常的充分。在这个进场期中，你可以看见比特币多次出现了劣质进场期中的，所有的特点，包括动力不足，包括快速衰减，然后包括在日内反复的向下插针探底，这些原因啊，我之前在前几期 Space 里面都有聊过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它也印证了场外指数它的原理跟它的合理性。原因就是因为场外指数我们是因为观测到了这样的一种现象啊，大部分的场内的资金真正的要拉盘，场内的资金真正的要进行一个主升浪行情，往往一定是从场外进行了充分的底部酝酿，进行了充分的动力的蓄积，然后最后到达了一定力度，然后溢出到了场内啊，溢出到了场内，然后在场内开始进行大范围的画图突跃，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场外到场内的这个溢出效应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在劣质进场期中，我们就会看见，包括今天那个大家看见我今天转了我们那个彩虹正好也在这个推里面，你可以看见我们这个很棒的我们的圈友，然后他有专门做了复盘，就是针对之前的劣质进场期，在爆破中进场，然后你就会发现，它的整个的走势都会出现同样的特点，就是一波流涨上去之后，然后很快的快速衰减，然后就落下来。这个原理是在什么地方呢？原因就是在于它的一旦它场内拉盘的力度是由场内有人在场内故意做图，而不是从场外的力量蓄积溢出到场内，那么它天生就开始缺一条腿儿，先天不足啊。先天不足，这个先天不足在哪儿呢？首先，这个力量不是真正的从它的需求溢出过来了。为什么场外更代表需求？因为对于 OTC 大量的股票或者是呃币圈的这些币种而言，它真正的大额的需求很多是不愿意在场内去购买的，因为它不太喜欢被监控，不太喜欢被溯源，然后很多时候它就是需要，然后它这个时候单往往也会很大。然后它在真正的买卖过程中，然后产生的这个溢出效应，很多时候就会，在场外跟它撮合的这些做市商呢，然后直接会场内把这个资金给买起来，在场内把它买起来，然后在场外给它进行成交，很多是这样产生的这个溢出效应的通道。但是在劣质进场期中，它场内，先行一步，快于场外，这个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就是它脱离了基本的供需的平衡。而是在场内更多以画图为需要啊，把这个场内强行的给带起来。这种时候，往往当他先爆破，然后再进场，它相当于场外是硬被场内的爆破给拉进来，这会造成一个什么后果？就会，一个是你这个力量的根基不够厚，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会，你场内如果硬拉起来，很多时候场外这个时候不一定是买入，很多场外也是在卖出。而场外的卖出，场内想要去弥合场外的这部分巨大的卖出需求的话，那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这就使得不仅场内的根基不够厚，而且场内的这种上涨的动力还会被场外所吸收。那这个就会造成一个很差的一个后果。那我们就看到我们现在场内的进场期啊，比如说比特币这一轮，你会看见大量的已经在涨的过程中，然后忽然一根针又扎下去了啊，那这个就是没办法，因为劣质的进场期就是这样的状态。所以这个为什么就是在我的这个
星球里面，你会发现之前的关于这个劣质进档期还有这种波动质量展开的这个合集，需要大家认真的去仔细的多看一看，很重要。那么这个是这一点，然后，基于这个劣质进档期该怎么去做呢？事实上，很多人可能会跟我讲，他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样的状态，事实上也很好处理。当然这个处理方式按照我的这个内参学员去做的话，那当然更简单，就直接按照升档理论去做，那这个非常简单明了，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建仓，什么时候走，那这个呃非常非常的明确。那如果说是对于这个普通的，对于一般的朋友们而言，如果你硬要在这种行情想要去搞点事情，那我建议你其实就不如，先空仓，不用非得要做什么，不是所有的行情你都要去做，选择不做什么，其实对你也是更重要，对你也是更重要。然后除了这个比特币之外，我们再聊一下这个 HYPE，然后 HYPE 在这一轮有一个。我想说的是，其实，在本轮的应用里面，事实上，HYPE 它呈现出了，尤其在场外啊，呈现出了一个最强的基本面、最强的供需需求，而且大家也可以看到，在本轮的主流的币种里面，其实 HYPE 的单独走出了一个进场期，而且走的进场期的质量不错。事实上也是如此。如果本轮的比特币最后的第三次，如果还有第三小节，现在第二小节已经结束了，如果说还有第三小节，而且第三小节还能走出个优质的话，那么本轮的比特币的进场期里面，会获得最大的上涨升幅的其实就是 HYPE，其他的恐怕目前来看，所有的币种它的潜力都没有办法跟 HYPE 相比，而且我这个是从场外的基本面得出来的，因为整个的谢顶点，几乎没有太大的下探啊，持续的向上走，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在本轮里面硬要做一个什么的话，那 HYPE 你需要重点去关注一下。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基本面以及从真正的使用的频率来说，HYPE 它，目前的应用可以说是整个币圈里面所有的应用中应该是最扎实的。我自己也有应用过，确实流动性不错，而且整个的滑点也都比较小，而且，美国大量的大资金，他们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在币安里面去操作的啊，哪怕用 VPN，哪怕用很多的方式，因为这个，CZ 它要规避这些各种法律风险，所以它基本上对美国卡的是特别死，但是美国用户想要用这种大的这种杠杆呀，或者用这种更丝滑的杠杆，以及注重这种匿名性，很多都转移到了 HYPE，这个量非常巨大。所以这个本轮的币圈里面可能是最实用的，以及最大的并发，以及最大的使用量、活跃性，以及在场外来看，资金量不管是从资金面来看，然后以及从它自己的基本面来看，HYPE 可能都应该是本轮里面最强的一个币种。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做什么的话，然后真的想要搞什么的话，那不如就认真的就盯住这一个就行了，其他的。稍微看一看啊，但是 HYPE 应该是本轮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个币种。那么它给大家看一看，它现在的这个场外指数是1105，场外指数是1105，然后爆破指数是283。你可以看到，就是 HYPE 它的这个爆破指数基于成功爆破之上，其实已经很多天了。在整个比特币弱势进场期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以前主流的那些不管是公链呀，还是其他的一些很高热度的币啊，比如说什么ADA 呀，然后什么 Link 呀，这些走高并发呀，走各种各样概念的，其实到现在都是半死不活包括 Ondo 啊，然后包括就是很多这些就是上一轮可能表现出一定优势的币种了，现在其实都是处于大量的退场期，包括 WLD。WLD 我知道不少人有关注的。事实上，你可以看见这些走这个奥特曼概念的，已经退场期接近160天了，3、5、100，就是相当于整整5个月，5个月的退场期没有进场过。那么这样的 WLD 这样的币种呢，事实上，我们就可以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很多的事情，因为奥特曼它的整个就是 OpenAI 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在美股上线，还是以微软。我们如果看好 OpenAI，更多是从微软去做它这个概念。那事实上，从 WLD 我们已经看出来，就 OpenAI 如果未来单独拆分出来上市，它的整个的资本市场的表现与这个 WLD 之间其实是有很强的参考性的。它自己的资金量、它的影响力，以及它对盘面是怎样去保护的。我们基本可以看出来，奥特曼这个人的资本市场上的所谓的，呃，
应该怎么说呢？格局吧，不是特别大，不是特别大啊，就是一般的小币种都不会说出现5个月以上的退场期，但是奥特曼的币种就走出了5个月的退场期，基本上没有找过任何的做市商去给他认真的护盘，可以说完全靠一张嘴在不停的在走概念。所以我们这里当然不否认它在这个 AI 的基础功能上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就是他这个人在资本市场上的格局，我们从 WLD 已经看出来了。所以未来 OpenAI 在美股上单独上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没必要脑子一热就进啊，因为 WLD 已经看出来这个人的整个的状态是这样的。事实上很多资本市场里面的风评，VC 对他的风评也都是跟 WLD 是同构的，同样的啊，都是对他的评价。不是特别好，所以就是我们就看 OpenAI 的继续的创新吧，那基于它的股票的表现，那就不要有太多的期待，跟 WLD 应该是差不多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那个美股，美股，我想说一下是，你们如果看到我那个针对内参学员的这个美股的潜力区的分布的话，应该是大上一次，大上一次，可能是很多周之前我公布了一个 HRTI，然后 HRTI 从那个时候开始涨，我看一下多少啊？稍等一下，我看一下 HRTI 是从。我更新 HRTI 是在2月10号，那个时候还没过年呢。2月10号在那个美股的潜力区更新了 HRTI，那个时候的 HRTI 的价格是22，它是从22开始。然后 HRTI 关键是它，我关注了一下它的这个场外指数跟进涨期，我发现它几乎爆破了，它整个爆破了多长时间了？2月10号到现在是。一个月，整整一个月的爆破期啊，这个在场外指数上看起来也是一个非常优质的标的，所以我今天着重聊一下 HRTI。HRTI 从那个我把它放在我们的潜力区22开始，现在上一次我统计它涨到了47，然后今晚我看见已经涨到了 HRTI 是多少？今晚可能行情走的一般，然后目前已经走到了48，22到48是多少？翻了1倍多一点。一个月翻倍还可以，但是它那个问题是它的走势以及它场外指数的表现非常的优越，所以我这里重点分析一下，以及聊一下这个美股。以后可能我会除了这个币圈自己的潜力区之外，我也会聊一聊我们针对内参学员的这个美股的潜力区。美股的潜力区其实有大量的非常优质的标的，它会表现出一些特性。那这些特性针对内参学员而言，其实我们可以用这个专门的工具去把它的大额的利润给锁定，把大额的利润锁定。那对于一般的朋友们而言，你也可以在这个如果说我在那个复盘里面，你可以看见我每周有一个美股的复盘，潜力区的复盘。你如果看见美股的潜力区里面的复盘有出现这个美股，尤其在后面还标注了延续，只要它上面有出现，其实你就可以关注。那如果说上面还标注了延续，那你可以再更多的关注一点。这个是美股潜力区的应用。然后出现这种的话，哪怕你不用专门的这个内参的里面的一些方法去做的话，你用自己的，那就不建议上任何杠杆了。你可能只适用于大家就是小仓位，然后去看一看因为之前我聊过 AAOI 这样的，因为在美股潜力区出现在我这里面的几乎都一定是。因为它的涨幅都会很大我会让大家用杠杆去做的话，必须要配合非常严格的纪律和相应的方法论。那如果你没有方法论的话，那只能用很小的仓位以及现货去做，不能开杠杆。为什么？因为它类似于我们在币圈里面的强装币。强装币的特点，之前我聊 AIOI 的时候给大家聊过，就是就是涨幅会非常的夸张，但跌下来也是一刀就切到底。这样的币种和这样的股票。你不懂得专门的方法去应对的话，你贸然进去，尤其你开杠杆进去，危险会非常非常的巨大，所以我就一直还没有把这个美股的潜力去真正的往我们的日常的这个里面更新，因为这个，呃，美股的杠杆里面，美股市场的美股券商里面提供的这个杠杆的工具里面，就是欠缺了我们币圈里面非常多的可以止损和相应的锁仓的工具，所以必须要配合专门的期权以及专门的一些方法论去做。所以这个就先这样那如果说你要做美股里面我的潜力区里面更新的美股的话，你千万要注意，因为这些强装股、强装币它都有自己的这个一刀扎到底这种特点。就是如果出现这种状况，你必须在这个止损上以及在仓位上有非常严格的管理，以及用现货才可以我这提前要声明一下。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HRTI，HRTI 的基本面是做这个
也是做半导体的，半导体的一个体积板，然后关键是一个高阶的一个光通讯、数据中心以及 AI 伺服器的一个关键零组件。比如说大家可能在国内听到了很多跟稀土相关的，磷化铟呀、砷化钾呀，这些材料是这个 HRTI 主要来做的。主要就是现在也是搭上了这个 AI 板块的这个快车道吧，AI 板块推理需要大量的这个光模组的传输数据。然后大家发现特点没有？就是我上一个更新，我上一次那个聊到美股的那个 AOI 也是关于光模块，所以现在的 AI 的，就是过去的这2周啊，大量的上美股潜力区的都是跟这个光模块、光传输关系性非常大的美股。原因就是因为现在 AI，我们看它整个的这个大的一个产业的一个闭环的回路，产业带的闭环的回路，我们会发现现在重要的卡点就是在于，它这个大数据中心之间互相之间这些伺服器啊，以及这中间这些数据中心之间的互联，这些互联就是用原来的这种所谓的导线方案，用原来这个数据光纤方案，用各种各样的方案，目前的带宽可能他们的数据交流的密度都有瓶颈，就这个瓶颈目前已经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所以现在就是全部资本市场又开始关注这个光通讯光模组，本质上也是一种光纤的一种升级版，但是它用到了很多稀土相关以及新的半导体技术，所以这部分是现在的，因为卡点到了这儿呢，所有的资金就砸在这儿，所以不管是 AOI 也好，还是 HRTI 也好，都不约而同出现了翻倍。AIOI 从我发，我看一下 AOI 啊，AOI 从我发开始，我发的时候是67.5，3月2号，大家可以看我在那个我的推里面，大家可以看我推里面有那个回测，有我的那个美股潜力区的回测，然后我的美股潜力区发那个 AOI 是3月2号，那个时候是67.5，然后 AOI 到现在的价格是多少？128.96，128，67涨到128，翻没翻倍？67，128没翻倍啊，接近翻倍了，涨了90%吧啊，AOI 涨了90%，然后这个 HRTI 翻了1倍多啊，都是在差不多1周之内就完成了，所以这个说明这个光通讯模块的这个基本面是现在美股最重要的卡点。那而且现在他们的整个的，我看一下他们的 PE 啊，稍等。AOI 现在还没盈利呢，它的市盈率是负的223倍，所以这些完全就是处于大家用市梦率把它推上去的，就是说它的基本面没有办法支撑现在的行情，但是大家就预计一定会大量的机构和大量的这个公司会买它的产品，所以提前给它估价了，所以它现在其实它的利润还是负的，所以才能走出一个负 PE。然后应该是这个 HRTI 应该也是负的市盈率，HRTI。也是负的114倍，所以这些都是由现在的市梦率给撑起来的啊，也就是市盈率根本不支撑它现在的，也就是这样的币种它才会这样的美股才会涨出来很快翻倍的行情，因为它不走基本面，如果走基本面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像现在的七姐妹啊这样的大的一个美股，它基本上就是随着整个的大盘不停的在震荡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不管是苹果呀，还是像那个英伟达呀，像这些大的七姐妹的这几天已经走得很艰难了，因为随着这个战争的继续，大量的对基本面看空的人在持续的开始做空，那实际上它的这个力量，做多的力量在持续的衰竭。那你如果在我的这个星球里面看见我的这个场外指数，其实也看得很清楚，场外指数跟爆破在持续的下跌，而且一直是处于退场期，然后。而且苹果的这个上一次我专门聊到苹果的隐忧，它现在的产品线跟它的基本面，我觉得它现在出产品的这种定位，我觉得有很大的失误。如果它要继续这么走的话，真的会很麻烦。我们看一下会不会它后面有一个调整，然后以及它现在的整个这个资金面呀、场外的这对它的买卖呀，都有一定的下跌。现在再加上这个战争的影响，所以现在退场期走的也比较快，下跌的比较快。这个可能就是美国可能美股以后要救市的话，可能苹果会是一个重点的标的，然后英伟达也是。我们继续聊一下刚才啊，就是 HRTI 现在就是一个，因为它走的这个光模块，关键是在正好处于这个卡点上，然后而且它在过去1年里面股价市场已经涨过很多了，但是仍然在我更新之后仍然又进行了翻倍，而且最近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一些利好。
然后目前呢，就是我跟朋友们对美股感兴趣的朋友们，我们经常会聊这些美股潜力区的我们的一些看法。那 HRTI 其实，呃，它的基本面其实是要比这个前面的 AOI 要更好的，而且在从场外来看，它也确实走出了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我们现在就直接因为那个我在我的日常更新场外指数里面，我只跟这个大的标的，一些基本面比较看好的标的。那我每天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在这儿开这个 space 的话，我也可以专门的把这些有高潜力增长的这种潜力区的美股，会专门给它公布一下它的这个场外指数，给一些专门做这些的朋友们做参考吧。因为 HRTI 我相信有不少人已经开始关注它了，它的这个场外指数目前是1358，1358，然后爆破是228。事实上它场外指数超过1000，以及爆破超过200，就是成功爆破已经非常多天了。这个就是在我们币圈里面。大家在币圈可以看到，一个币种如果处于爆破成功的状态，一般持续个几天也就差不多就回落了。但是 HRTI 它的爆破相当的持久，这个散户很难达到这样的状态，应该说就是机构在持续的买入，肯定是机构在买入所以这个等到它如果处于一个相对跌下来跌幅比较大的时候然后大家如果有看好，可以去关注一下 HRTI。然后再就是我再聊一个美股然后就是 FSLY 是上周大家如果感兴趣就可以直接看我这个推特里面的那个关于美股潜力区的回测，你可以看一下这个之前的这些回测的内容，然后回测内容里面经常蹦出来一些可以长久去关注的一些美股，它会走的很有意思，比如说 FSLY。FSLY 那个，我先找一下它的基本面给大家介绍。它是做那个边缘云端的，然后主要提供的是内容加速、安全防护以及这个运算服务，然后尤其擅长处理这个大量的一个即时流量，也是 AI 应用里面用这个，因为架上了 AI 吧，就是生成式 AI 以及聊天机器人，有的时候会突然产生海量的一个网络流量，然后这种 FSLY 是比较受益的，但是它的这个卡点程度就比这个 HRTI 比这个光通讯模块这个概念就降了非常非常多，降了非常非常多，就是可以说就是可能就是当前大家认为它有一点需要，然后就可能很多人就盯上了吧。然后 FSLY，但是它的这个我为什么会发它呢？因为它的场外指数非常的高，场外指数是2891，然后爆破是246场外指数2841，也就是说接近3000。这个意味着什么？我之前多次给大家聊过，场外指数意味着什么？场外指数意味着，呃，主力想要去拉升这个币种或者拉升这个美股，它目前的资金拉盘的投产比，它接近三千意味着什么？接近三千意味着目前如果拉盘的人想要去拉这个币种，拉这个美股，他投一份钱，他能赚到3份的钱。你想想这个对资本市场会有一个多么大的一个诱惑。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FSLY，我搜一下，稍等，FSLY 目前它的走势我看一下，从我发布那天，我发布是哪一天？我看一下，在我上一次我给大家那个公布的那个回测里面，然后在3月3号我发布的，那个时候是从19.4，刚刚只是涨到21而已，也没有涨太多。现在是从19.4涨到了25.2，然后今天是24.19，稍微有一点回调但是它的这个场外指数实在是太高了，所以我专门对它这个观察了一下，然后它也是从一个比较小的位置，从8左右涨到了目前的位置，但是目前由于它的场外指数一直比较高，所以我相信不少的资金会盯住这个美股，所以我们也可以稍微的关注一下。这个是这个 FSLY，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然后我们再聊一下 Robinhood，然后这个 Hold 为什么要聊一下？因为 Hold 跟那个比特币自己的进场期的优劣程度是高度相关的，所以我们以后要看一下比特币的是否是这个进场期是不是一个优质进场期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Hold，原因就是因为 Hold 会，如果说有大资金去买入了 Hold，其实大概率就是有大资金同时也会很大批量的去买入比特币，所以这两个在场外也是高度同构。
，Hold 目前还是退场期，Hold 还是退场期，而且 Hold 它的场外指数目前是1163，然后爆破是65。虽然可以说场外指数上了1000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因为毕竟相当于打平了，它的场外指数1163，意味着就是场外的资金想拉盘拉这个 Hold 的话，那至少不亏，稍微赚一点，赚的不多。所以这个是它目前基本面呈现出一个稍微比较好的状态，但是还是退场期。那么 Hold 退场期，你就可以看出来，那肯定比特币的这个进场期好不到哪里去，好不到哪里去。所以目前我们也看到比特币的进场期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美股涨它就跟着涨一涨，那美股跌它就跌的比较狠，所以就是呈现出一个劣质进场期的一个全部的特征，非常的典型。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比特币的这个进场期中，我们可以很好的去复盘我们过去所有的劣质进场期，我们该怎样去做。那如果说你是期权玩家，如果你又做这个比特币的话，那事实上，如果你又看好它的整个，你可以看到我的那个比特币的这个怎么说呢？比特币不是，就是我的这个星球里面，我专门有一个期权调参的这个模块。期权调参的模块，在过去的1-2个月里面，我一直都是在这个让大家做这个期权里面的波动率的卖方，波动率的做空波动率。那事实上波动率也确实从高点慢慢的跌到了目前的低点，然后但是跌幅也不太大了，而且那个在这个波动率又开始进入进场期的过程中。你们可以看到我在期权里面有个重要的变化，就是从之前的铁鹰策略变成了现在的，重新变成了牛叉，所以比特币现在的状态就是跌也跌不到哪里去然后涨又是一个劣质进场期，然后所以这是它尴尬的点，所以现在就是一个牛叉比较适合去布置的一个状态，然后事实上在进场期里面你可以看到。它真的这种突然涨上去的时候，其实就很适合我们牛叉，这个时候就及时的就止盈就行了。为什么？就是因为它的牛叉就特别适合这种非大趋势的这种涨幅，那中间只要涨上去有盈利，你该平仓就平仓，然后因为就相当于牛叉本质是用未来更高的这种盈利的期望值，把那部分期望值来给这个更大的现在的亏损来兜底，也就是说它损失损不到哪里去，涨也涨，盈利也盈利不到哪里去，属于一个温和看涨的状态，这个就比较适合目前的这个行情，劣质进场期的一个行情。如果说接下来美股有一个比较好的突跃，那么这样比特币可能才能从这个劣质进场期的这种泥淖中走出来，所以这个是现在的这个状态。OK，我觉得也差不多了，以后也不要开的太多，我尽量每天晚上陪大家聊聊一小会儿，然后就可以了。今天就聊聊这个，再重新归纳一下，就是 HYPE 它目前是本轮的进场期中，整个的币圈中应该是基本面最好的一个，不管是它真正的实际的应用，还是我从场外观测到的它的场外指数。我们再给聊一下这个 HYPE 的场外指数啊，1105和283，而且它处于这个爆破已经很多天了。在币圈里面，主流的币种中能走出这样的场外指数非常的不容易，而且是在劣质进场期的情况下，而且持续的爆破。那所以这个，如果说我可以这样下一个断言，如果说本轮的进场期顺利的变成优质进场期的话，也就是说真正的走出来一波行情走出来第3波的爆破，而且还走出了一个优质的进场期的话，那么随着这个对标链，其他的币种因为都要对标比特币，那么走出来最大潜力的那就是 HYPE 其他的就是我们就稍微看一看就行了。PUMP 也可以稍微关注一下，但是怎么说呢？它现在的整个的实际的应用，我觉得基本面不如这个 HYPE 更扎实也可以稍微关注一下。所以这个就是目前所有的我们今天想要聊的内容，然后以及美股我们稍微开了一点头，然后我们再聊一下整体的行情吧，然后今晚就差不多了。看一下英伟达还是很难走呀，然后特斯拉这些基本上七姐妹全都在跌，因为这个战争始终还在持续，这也很正常。然后随着这个石油继续还在涨我们聊一下石油吧，忘了原油，大家可以看到原油已经处于进场期多少天了？原油50多天了，然后现在处于持续爆破中。我看一下原油现在的给大家更新的内容啊。原油，找一下。我现在更新的内容真的有点多了，我找我自己的这个内容都得找半天。
布伦特原油现在场外指数是1334，然后爆破是231，已经进场54天了。然后在进场期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原油是多少钱？54天，一个月前3月、2月是2月初，那时候可是60，原油那个时候60，现在已经接近翻倍了。所以就是原油的这一波走出了一个优质进场期，然后当然这个是由战争造成的，这个所有人都知道但是毕竟我们这就是场外指数的优秀所在。场外指数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把现实生活中巨大的复杂的政治变量、战争变量、人的思维变量，什么高管忽然卖了，什么什么人忽然买了，所有的变量它全部把它拍成了二维的体系。它把它降维，降到二维降到二维之后，然后变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几个数字，一个场外指数，一个爆破指数，一个进退场三个指数框定了它一切的内容，把它所有的信息最后拍成了这三个数如果说这就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不管你外面战争发生了什么，不管你发生什么突发的条件，我现在养成的习惯就是我只看场外指数，我只看场外这个特点，我看一下我就知道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产生了这样的市场影响。那如果说你就是吹成花你就是说你这个基本面再牛，我看一下场外指数，是一个很差的场外指数，又是一个退场期，你就是说成花，我也不会去过多的关注，因为你如果有那么好的基本面，有那么好的利好，有那么好的实打实的，为什么没有体现在这个二维的基本的数据上？没有体现在场外的这个真实的买入上？没有出现在真实的供需需求的平衡的转移上？没有出现在谢顶点的转移上？那这些就是最基本的，这些如果没有产生变动，那我就认为你这个话语就要大打折扣，所以大家，呃，为什么这个场外指数的理解对大家是一个关键的认知上的复利？原因就是在于，你真的把它搞熟悉了之后，事实上以后你看任何的资本面的波动，你都会用这样的视角去看的话，你就很难去被一些事情给忽悠到，很难被一些事情给框束到。那些人给你打概念，给你打这个讲故事，是很难把你给说服的。你只要看场外指数处于一个这样的状态，你很难去做出一些很差的行为。那同理，就包括一些很大的大家的一些资金量的买入，比如说典型就是房产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买房子就是一生中最大的一次投入。那我是用这个月份的场外指数来给它逼近，那事实上这个就看得很清楚就是场外指数里面就看出来，就是2020年就是顶。然后在9个月前就是底，这个就非常明确、清楚明白你一看就很清楚了。那你从场外指数这个视角切入之后，以后你看任何的资本面，很多人跟你讲房子来不及了，要赶紧买但这个时候你看场外指数，这个时候已经爆破结束了，而且已经处于退场期了，已经开始。那这个时候别人再跟你讲买房子，你会去买吗？我觉得但凡你在场外指数的这个体系里面，你浸润的足够久，你对这个体系足够了解，我觉得你就不会再犯傻去随便的去在这种时候去买房子了。然后包括在9个月前很多人就是包括那个时候还在抛售呀，包括很多时候处于一线，在香港还去抛售房子。那你看到场外指数这个时候开始出现了几年来、10年来第一次进场期，6年来第一次进场期，你会随便在那个时候卖吗？我觉得也不会。所以这个就我觉得对大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一个重要的视角，去重新看待所有的资本市场的运作。那所以包括原油，原油你看现在还处于一个进场期，而且还在持续爆破的状态。那么如果说你是在60多的时候，那个时候在进场期的时候你就直接买入的话，到今天你会随便的在这个时候就随便的抛售吗？我觉得不可能，不会随便的卖掉。那当然就是有些个别的朋友在战争开始之后才开始买入，那个时候这个就肯定不是我建议的了。你在战争开始之后已经涨到100多、120，你开始买入，那这个是开玩笑了。我的场外指数的体系从来不是要求你这样去买卖的，从来不是要求你这样去买卖的。那真正的买入点原油的买入点在56天之前，在56天进场期的那个时候，而且也是中性的，呃中性风险偏好者的那个时候才买入。事实上，对于高风险偏好者，可能在更前，可能60天、70天之前，50多、60多，接近60左右，很低的价格的时候，那个时候就直接买入了。所以这个就是你掌握了这一套体系之后，你就真的开了一双慧眼，就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资本市场波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用一个更大的视角去做这样的事情。那事实上，我对美国川普政府，我有很多的
包括贝森特呀，我对他专业能力我是有很多的溢美之词的，但是这局限在他在本轮的在短时间内想要把油价压进去，尤其在战争爆发的头一个周内，他竟然能把这个油价持续的压在80多，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炫技的成就。但是，我觉得美中不足，呃，他在美国的这个原油，如果既然他有想要打的这个打算的话，如果他掌握了场外指数这套体系的话，我觉得至少在60多天之前，在场外指数进入进场期之前，美国的石油储备是不是应该大范围的增加自己的库存？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起码的吧。事实上，我们会看到整整这一年过去的这半年，美国的石油储备没有增加，没有增加，而且现在是临时开始释放过去拜登时期所存下的这些石油储备。我觉得这一点是我对美国这届政府的一个不看好的，就是对他们这一点有一点非议的地方。虽然我对贝森特的专业能力是很推崇的，但是在更大的周期上，我觉得他是有缺失的，有缺失的。因为至少你可以建议川普政府在过去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尤其在场外指数进场的过程中，当然他们有其他的金融视角的工具可以看到应该去进场了。那在那样的时刻，为什么不去增加自己的石油储备？在相对低点的时候，为什么不增加自己的石油储备？导致现在去释放自己石油储备的时候，事实上有一点被动，有一点被动。所以只能说那个术业有专攻吧，可能在这个单独的去削减短期的期货跟期权的头寸上，那贝森特确实他作为老牌的对冲基金，他确实有这个足够的专业能力去应对。但是对于更大周期的现货的波动来说，我觉得他应该是在这方面有一点专业能力的欠缺。那如果说他但凡有这方面的一些基础的储备的话，不可能在美国的石油处于那样的一个状态下，没有开放任何的石油储备，增加自己的石油储备。我觉得这是一个失策，这是一个失策点。那我的朋友们呢，如果说你们掌握了这个特点的话，如果你们将来不管是在某个层面，如果你们掌握了资本市场的这个基本的工具的话，那事实上你在这个相对的场外指数体系里面，你看到相对的建仓的比较合适的点的话，你就该建仓，就是该增加储备，增加储备，该削减储备，削减储备。那事实上这些都是，如果你掌握了场外指数这一个方法的话，对你来说就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未来有可能我会在更多的大宗上会有更新，那比如说螺纹钢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大宗啊，不管是包括一些粮油呀、粮食呀这些，有可能我都会加入更新。那事实上，如果你又是做这个农产品行业的，或者是你甚至掌握更大的权利，你甚至能够掌握国家的仓储的话，假设然后如果说你处于这样的一个权利的位置，那事实上如果你掌握了场外指数体系，你同样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角，提前就能够知道该怎么去做。有可能我未来会更新生猪，为什么？就是不是我都看好生猪，而是因为猪肉对中国的 CPI 有巨大，因为中国的核心 CPI 跟生猪的关联度非常高，美国的核心 CPI 跟原油的关系非常高，所以这个有可能未来我想要去帮助大家更好的预测国内的 CPI 的话，我可能会把生猪给更新出来。猪周期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国内的物价是有巨大的影响。看吧，未来我可能会这段时间有空，我会抓一抓这个生猪相关的什么数据，然后有这个机会的话，我给大家更新出来。那今晚就这样然后我们这个每次 space 都是有录音的，大家感兴趣都可以自己再去听回放。那其他的朋友们，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的留言，然后我看见以后第二天的这个 space 我会给你及时的回复。那就这样然后我这段时间晚上的时间相对还比较多，然后我可以多跟大家聊聊。这段时间应该每天都在，然后你们如果晚上有空的话，都可以一起来聊聊天。那今晚就这样。